李陵陶瓷博物馆是釉下彩瓷的璀璨殿堂，馆内藏尽历代精品，更是经世之作。从古朴青花到明艳红瓷，每一件都凝着匠心。它不仅陈列瓷器之美，更承载李陵瓷艺的传承与革新，让千年瓷韵在此生生不息。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澜，祝大家朝朝有月，岁岁安澜。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像碗，像碟，像花瓶。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建筑，大家觉得像什么呢？大家猜一猜。现在我就来到了湖南省醴陵市陶瓷博物馆，这里面有很多让人惊叹的陶瓷作品。那么好啦，现在我们就进去看看吧。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参观中国三大瓷都之一的湖南醴陵博物馆。现在我们在湖南省醴陵市，我们镜头的正前方就是博物馆了。现在呢，我们穿过马路啊，去博物馆里面实地去参观一下，看看里面的一些瓷器啊。好，现在我们已经走过马路了。过马路啊，还是走这种斑马线，因为这里车比较多。在里面停车呢是收费20块钱一天，在外面停车呢是免费的。里面门票是免费的，只要在手机上装上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就可以随时到这里面来参观。这里是12个小时都可以进来。没有中间的午休时间。这个里面的设计啊，它是由意大利的设计师来为醴陵这个博物馆进行的一个装饰设计，还是比较的有特色。今天呢，偶尔会下一些零星的小雨。好，现在我们来到了醴陵陶瓷博物馆。在来之前呢，我们通过微信的 APP 程序有预约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直接进去。到这里面参观的游人啊，还是会比较多的。我还不用支付宝了。支付宝得了。好吧，我们现在进去吧。好啦，现在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博物馆里面。好，我们现在去1号厅吧。哇！现在我们1号厅的入口处啊，是做了几个雕塑。这里好像是挖土来打胚。这里就是运土了。这是运输。这个呢？开始敲打，让土更有粘性，更柔和一点。然后这个呢？这里就是做胚。这是做胚，对不对？这里就是半成品了。这个呢？这是上轴。然后这个呢？这个有点不明白。这个是要放在里面进行染色。然后这个就是这里就是要运去送进窑里面烧制了。对了，没错。这个应该是一个当地的一个介绍。醴陵属于登临江西省萍乡市北街浏阳市，这是当地的一个资源的介绍。
哇，这边还有这个制作陶瓷的这种土的用料，陶土。然后这边呢，就是对当地土质的一个介绍，怎么样的土啊才适合烧制这样的瓷器。在中国有3大瓷都，第一大瓷都是哪里？第一大瓷都就是江西的景德镇，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醴陵的，就是湖南醴陵，第3个就是福建的德化。好，我们现在走到2楼上去看一下。好，往前走吧。然后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3D 投影的一个陶瓷生产过程。我们一路就这样走上去，我们也不做太多的介绍吧，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结合了很多陶瓷的文化，这里都是用碎陶瓷来粘合。啊。哇哦！妹妹，快来，妹妹看。我们从这边。然后我们哇，这个刨陶府居然有6000年的历史嘞！看着一点都不像啊。哇塞，这个6000多年了，天哪！我们再看看这个，这个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这里就是象形铜尊。这个就是我们在镂江书院看到的这个象形铜尊，这是商周时期的，也是一个复制品，它的原型展物在湖南省博物馆。好，这里都是一些青铜器的一个介绍。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呢，是带大家看到湖南醴陵生产的瓷器。这里都是铜做的。好，这边我们就不看吧，我们看看跟瓷器有关的一些介绍吧。这里是出土的以前的一些瓷器，像汉代、东汉、西汉，然后还有都是有接近2000年左右的历史的一些古董的。我发现以前远古时期的它这里的陶瓷一般都是棕色和那种浅棕色的对比。好，今天呢到这边参观的人呢比较多，所以在展厅里啊会比较嘈杂，很多小朋友啊比较兴奋到这里面来。好，我们再看看这个。这个就是青铜器了，铜锅，这是铜，差不多有1271年，哇，时间好悠久。不是，这是公元1271年到1368年，这是它的年代。哦，年代也很。这都是铜制品。然后呢，这个是金子做的一个铜碗。好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玻璃下方
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一些当地的半成品及成品，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年代和历史感，直接是全部还原当初挖掘的一个场景。这样子我们可能更清楚的看到1000多年、2000多年的一个古老的工艺，先辈们如何去烧制这样的陶制用品。这里面有很多的陶器都是完全没有破损的。对的。好吧，我们再去看看非常有一些代表李陵瓷器的一些作品嘛。这都是一些稍微比较常见的，然后呢，这些都是从一些古遗址里面挖掘出来的一些比较有特色和特点的不同朝代的陶制品，还有一些瓷器、青铜器。好，现在我们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边呢是属于玉器。这里就是一个人物卧状瓷枕，就是把头倚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就相当于现在的那种枕头。对了，然后这里呢是康熙字典，也就是现在国内用到的新华字典都是康熙字典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完善的。青花瓷罐，这个都是以前的陶瓷制品，这是清代。然后呢，这边呢是属于1:1还原当初制作陶艺、生产还有烧窑的一个场景。然后这里呢是以前当地的一个碑文，上面的字迹还算是比较清晰可见，大部分能够看得清楚。然后到这一侧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碑文上面的详细介绍，这是李陵尾山清代瓷业条规碑文。好，我们现在去往前面上楼去看一看。这边还有很多青花瓷。这里就是尾山李陵窑青花瓷的一些展品。好，我们墙壁上面全部是这种3D 动画式的展示制作陶艺的一个生产工艺过程。李陵的陶瓷，它的特点是什么呀？李陵的陶瓷，就是它的烧制要分3种，在1800度以上一次，3分3次烧成；而江西呢，就是要分一次1300度以上一次烧成，而且江西呢，它的瓷器一般都是当做展示用的，不怎么实用。但是李陵的瓷器更有实用性。福建的德化呢，它是以白瓷闻名。好，那现在我们继续上楼参观。刚刚安然说了，李陵的陶瓷，它需要在1380度以上的高温进行烧制，而且呢永不褪色。它主要是能够用在每个人的家里。当然，它也作为了
国家级的使用。宋代景德镇陶瓷，它是因为最早供给皇家使用，所以景德镇啊，它属于皇家指定的一个陶瓷供应基地，所以它相对来说，它会显得更加的庄重，以及它的稀有性。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里很多这样的陶瓷作品了。釉下寄兰瓶，哇，它这个颜色很深沉。这里就是中华民国1912年时候烧制的，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刚刚我们下面看到的一些陶瓷都有6000年、2、3千年的历史。每一个瓷器都是不一样的花纹，而且他们画得很精美。这里呢也是中华民国时期烧制的一些青花瓷，非常有特色。伯乐香马图。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哇，好大的瓷瓶！这个瓷器是釉下五彩，清宣统年间，也就是公元1909年到1912年时烧制的。宣统年间就是溥仪当皇帝的时候，清朝的最后一代皇帝。然后这个里是民国时期的釉下五彩。好精美！哇，你看它那个墙壁上还挂了一个词语。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些瓷器啊，它的整体的花纹啊、烧制啊，刚刚我们有说过，李宁的在经过1380度高温烧制以后啊，这些颜色啊是永不褪色的，所以这是它的一大特点。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而且每家每户都能用得起。这上面呢就是釉下彩肥模啊，这里是对整个釉下彩陶瓷的一个介绍。像这里是日本之前已有的釉下新彩，同时在英国博物馆进行展示。这边呢是康熙年间釉下三彩青花、釉里红、豆青三彩，以铁、铜、钴为成色剂。好，我们再往前走走看。它这个瓷瓶现在摆在整个展厅最中间，我们去看一看。这里呢是另外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瓷制品，然后这上面是有一些颜料，玛瑙红、五彩颜料、海碧、草绿、艳黑，最后一个字有点不认识。它这里写了茶色。这就是用的原料，怎样去生产这种釉下五彩。上面有介绍了李宁釉下五彩3烧制的工艺流程。第一次是素烧，第2次是工墨线，第3次是湿彩。接着呢就是入窑，烧去墨线及杂质，再施表釉，到了第3次才将这个李宁釉下五彩的陶瓷作品烧制而成。温度保持在1350度到1400度之间。第一次素烧的时候，它的温度是在800度，第2次烧的时候也是800度。每次烧制这些
陶制品啊，它的温度啊以及对颜色各方面啊要求非常之严格，所以就会导致一些烧制品啊会有一些偏差，或者还有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出现。真的好好看。好，我们在这上面呢是对当地李宁生产陶制品的一个宣传介绍。然后这里呢是清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909年，李宁市去参加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展品。这上面呢都是一些获奖的成品，像获得了1等金质奖杯、1等铸奖。然后这里呢是像超等奖、优等奖、铸奖，都是一些在国际大赛上获得的参赛作品。哇，它这个口好大呀！这个是清宣统公元1909年的展品，叫釉下五彩锦鸡牡丹纹凤尾针，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金牌奖，在意大利都灵获得万国制造工艺赛会最优奖，就是我眼前的这个陶瓷作品。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现在这一个中间的作品是什么？这是釉下五彩扁豆双琴纹凤尾尊。哇，这个是获得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奖牌，在公元1915年的时候。关键是这个陶瓷作品啊，晶莹剔透，而且好薄的，非常的特殊。这个算是李宁的镇馆之宝了。然后这里呢是1915年中国参加巴拿马世博会的中国馆的布局和介绍。这里又摆了一口瓷缸，釉上五彩花卉纹瓷花缸。像李宁的一些陶瓷工艺啊，我们是不是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部分？是的，每个瓷瓶一般都会有这种横线，大家看到了没有？他们以前的工艺不是特别好，所以呢要分2半来烧制，烧制之后呢再把它拼接在一起，这样它这里就会留有一些横线。是的，一点凸。这是李宁陶瓷的一个区别，因为它毕竟兴起的时候是在清朝末期，李宁陶瓷才开始正式走向繁荣。最早的陶瓷是在江西的景德镇，因为是为皇家来烧制，从圣太祖赵匡胤开始，所以很多外国友人他们第一印象就只知道江西景德镇生产陶瓷，其实在湖南醴陵，然后是福建的德化，当然还有山东啊，还有其他几个地方。在中国啊，他们有些地方呢把它称为中国有8大瓷都。它这个陶瓷不仅做这种瓷瓶啊、瓷碗、瓷缸，还做这种小瓷人，大家看栩栩如生。是的，所谓的八大瓷都啊，真正能够比较有名的呢，除了我刚刚说的3大瓷都，其他5大瓷都啊，相对来说啊，它的名气啊还不是特别大。好，我们接着往前走。这是
釉下五彩葡萄纹镂空瓶。大家看它这个地方是镂空的，是的，而且所以是更具有观赏性，不具有实用性。这是香港杨泉先生购捐湖南省博物馆。这是一位非常有爱国思想的香港老板来购买以后啊，把它捐赠给湖南省博物馆了。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边的。看它这里也是镂空的，双层中央精致扁豆瓶。这就是我们刚刚安南介绍的，有些瓶子它做镂空设计，不知道它这个用途啊，完全是处于一种装饰用呢，还是做有其他的寓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好，前面是出去还是有其他的部分？哦，看起来是出去了。好，停。这些上面都是湖南瓷业有限公司股票在清光绪32年的一些复制品，原件当然都在省博物馆或者是国家级博物馆里面。像还有一些是清代的1636年的时候的一些发行股票的资料，这是清宣统3年，这个是清宣统2年，这是清代的公元1636年到1912年时期发行的股票的一些复印件以及它的一些复制品。这上面写的是日本阶级窑李宁清代窑炉景德镇福炉窑，上面都是有3D 模型可以触碰的，非常的敏感，所以现在的科技真的进步非常的神兽，能够让我们非常立体的感官到古人以前生产制窑的一个过程。好了，现在我们就去对面的2号馆去参观。1号馆呢，它主要就是介绍整个李宁瓷器的一个发展过程，然后呢，以及当地出土的一些古董。2号馆呢，主要就是里面的一些瓷器的成品以及一些精品展示，还有呢就是当地的一些名人名家生产制作的一些瓷器大师。两侧呢是李宁的一些旅游值得旅游的地方，我们后期都会去。事实上，李宁的话，我们已经有去过几个地方了，一个是怒江书院，第二个呢就是怒江桥。好，现在我们在第2号馆来参观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和里面的一些关于李宁大事小事。我们现在左侧这边呢都是 LED 灯光下投影的关于整个李宁陶瓷的生产工艺以及它的一些历史介绍，还有它的发展历程。安澜，关于李宁陶瓷，你之前了解的还有怎么样的一个介绍啊？关于李宁陶瓷，李宁的话，它就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瓷器，就是釉下五彩瓷，它色如玉，薄如纸，深如碧，非常的好看。它
李陵的瓷器就是以这种瓷而闻名。江西呢有4大传统瓷器，第一个就是青花瓷，第二个是青花玲珑瓷，第三个就是粉彩瓷，最后一个就是高温颜色釉瓷而闻名。然后，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边富有特色的李陵所有瓷器代表作。这是50年代的一些作品。哇，好小！李陵它的主要产品就是釉下五彩，这是他们非常富有特色的烧制工艺。哇，极速好！这个呢就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瓷器了，叫赛能珠捏雕塑瓷塑。你看上面的人物啊，捏得惟妙惟肖，非常的精细。白瓷像瓷塑，哇，你看这个香绳上的这种小圆点的做的非常的细。好，现在我们又能够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代表作了，叫釉下五彩加彩瓷龙珠。上面真的非常的惊艳。哇，它这个花的花瓣都雕得非常的薄如纸。薄如纸，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侧的，这都是1972年的一些作品。好，现在我们继续往上走。现在左手边呢，就是关于李陵瓷器的一些传奇人物、一些传奇大师他们的一些精彩作品的展示，以及他们的相关工作介绍，同时对他们在瓷器行业的一些资料简介。第一位是吴寿祺。这上面都是他的一些精彩作品。第二位呢，就是林家福。这边呢，就是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了。第三位呢，就是杨卓香。哇，它映入眼帘的这个，金银牡丹图瓷挂盘，看，它不像普通的这种普通的瓷，它上面像是有金子一样。这就是他们的五彩陶瓷的一个特点和特色。然后这一位呢是唐汉初，这是他的一个作品。好，我们现在看看这一幅。我的天，这个雕的是真特别的精美，
它每一处水花都雕得惟妙惟肖。这是韶山灌渠风景树瓷塑。很难想象这是用瓷做出来的。啊，这个如果不认真看的话，可能是普通的这种泥捏啊，或者是塑料啊，但是它既然是通过陶瓷烧制出来的，的确是与众不同，比较震撼。然后呢，这边是对李陵陶瓷的一个介绍。这是对老艺人吴寿祺诚心出山传授技艺、培养人才的一个介绍，也就是将李陵的釉下五彩啊继续发扬光大。好，我们往上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是徐协和。哇，这里也有这一出龙的雕刻。就是唯一一个不好的就是没有上色。它这个雕塑真的又是别具抢心啊，令人刮目相看嘞，太有特色了。这一位是陈月花，都是陶瓷界的大师级人物。好，我们继续往上走。哇，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镂空雕，这个是非常震撼的镂空，名字好长啊！蓝釉镂空浮雕乐爱和平，天安门弘扬图案代作天球瓶。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碗，薄柔纸的碗，口径是19.5厘米，但是它的厚度啊，真的是透亮的一个碗。然后这是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一个介绍。这个瓶子也是镂空的。这里李陵陶瓷，它的特色啊，与景德镇啊、德化呀，还有中国其他几个瓷都啊各有千秋，尤其是在现代工艺的加持下，慢慢的都会齐头并进。看它这里都有横线，百花齐放。这上面的线条是不是非常的明显？是的。所以刚刚安然有说过，就是李陵的陶瓷啊，在以前的工艺啊，它不能够把整个瓶子一次性烧完，它只能半截的进行烧制，然后再进行缝合，这样子它瓶身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痕迹。这是李陵陶瓷在60、70年以前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清朝时期。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它这一出的品质有一点不同了，看它们的线非常的多，像摔碎过一样。对，这个有什么特殊的介绍吗？好像看起来没有。这是1980年的时期烧制的，但是这样给人感觉就像是修补过或者是摔碎过的痕迹。但是因为我们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参观者，我们只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瓶子周身的一个
与众不同的痕迹，不知道它这里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出处，或者是介绍说法吧。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用得起的一些碟碗、瓷盘，以及现在这里看到的一些酒杯、茶杯、喝水的杯子等等。好，现在我们继续往上走。这里是釉下五彩玉牡丹文瓷挂盘。哇，它这个哇一上来，哇，我的天！这个不得了啊！这个难道也是陶瓷做的吗？哎，仔细一看，里面还有一个小陶瓷瓶哎。嗯，对我的啦，天，看看名字叫什么？这上面全部是镂空帐哎。瓷雕龙凤宫灯。我的天哪1988年获国宝证书，另一件呈中国工艺美术馆珍宝馆。该作品构思巧妙，造型优美，制作精细，由郑文科设计，在唐七怀的指导下，由黄建明、张金秀精心制作而成，荣获1986年湖南省新产品设计1等奖。我的天哪！这是巧夺天工的手艺和设计，关键是它里面居然还另外有一个瓷瓶在里面。再看看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花瓶，这是1970年左右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介绍，这是五彩茶花山图瓷挂盘，荔枝鹦鹉，釉下五彩荔枝鹦鹉国瓷挂盘。这是釉下五彩雄鸡头。这种瓷盘呢，就会见得会比较多，用于花盆。这些花盆也会比较常见，现在。然后这里就是镂空雕刻的瓷塑，哇，都是惟妙惟肖的一些手工艺。这种礼品像是放花的。嗯，对。这里还有人物的雕塑。这就是经过上色后的一些有代表性人物的一个人工雕塑了。白毛女。尤其是这个镜头的这个东龙式的，应该是整个李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了。然后这边是整个李宁陶瓷装饰材料的改进与提高的一个时间年表。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
不同的人物，以及工艺改造的过程时间，还有它的一些成就，做了非常明细化的表述。这就是制作陶瓷的一些原料泥土。哇，这边哇，这里又有一个镇馆之宝吧？这是右下平王，右下五彩平王黄杨界满花开窗扇图瓶，瓶高2.25米，最大直径0.58米，重达85公斤。李宁右下五彩花瓶的瓶王，上面绘画为井冈山黄杨界之景，气势磅礴。好，我们近距离看一看它上面它这里有的色彩。2道环，在这里，这里。我们远距离看一下。而且它旁边，远看它是很多蓝色，实际上近看全都是牡丹，还有牡丹花的叶子，还有其他的花朵。好了，安南观察的比较仔细。这里呢就是国宴上面用到的一些烟灰缸啊、水壶啊、茶碗碟呀、水杯呀，上面都印有国徽。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不能够在其他场合使用的，而且呢也没有厂家愿意为你烧制这样的成品给你，这都是印于国家级层面的。这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烧制产品的一个展示，上面呢全部是这种普通烧制的半成品。好，我们接着往上面走。这么多精美的瓷器，看得我都想烧制了。好，我们再看看这里的一些展品。这是一个厂房，这应该是一个 AI 设计的，或者是之前拍摄的。它这种瓷器比较有特色了，它上面都是有很多金边的。它这里。好，我们接着往前走。这是一个烧制的一个隽窑、瓷窑，类似于我小时候见过的烧绢的一个窑口。哇，它这里又是一个镇馆之宝，又是一个镇馆之宝之一呀！这是什么？玲珑宝塔。我的天哪！宝塔采取镂空雕刻，造型别致，玲珑精巧，小灯笼等精细部件，还有小铃铛。铃铛和灯笼等小部件小至1毫米厚，1公分大小，制作和烧制难度极大，乃是当之无愧的精工细造之物。我的天！你看，非常的精细了。它这个铃铛上面的这个，我们拉得远一点看一下。好。上面的宝葫芦做的雕刻都做的非常精美。是的。这上面是黎修谟、萧世龙2位艺术大师的介绍。这上面是永盛瓷厂的一个简介。
好，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一些作品。这里应该就是那个老厂房的这种微型图了。嗯，对了，这就是以前烧陶瓷的厂房的一个设计图了，进行了一个设计还原。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代表作的一些小瓶子，你看上面的一些实际上的花纹呢，真的非常的艳丽。好，我们接着往这边看。哇，它这上面这个色彩呀，五彩斑斓的，非常有特色。釉下五彩梅竹餐具，我的天！这是什么？然后这些右手边的呢，大家可能就会有点陌生，这些专门是用在电力系统上面的，像高压电啊、普通的家用电网啊，都会用到这些电池进行绝缘呐，还有一些电线杆上面基本上都能看得到，还有高压塔上面，这是李宁都有的一个特色产品。他们不单单只是生产瓷器，还生产这种电力行业领域的实质产品。这里是我们刚刚有介绍过的李宁相关大师的一些资料简介，这上面呢全部是李宁本土的政要人物介绍，都是在这个行业响当当的人物。这上面有介绍，就是以瓷代钢，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在用到钢业领域的时候，用瓷器去取代它。上面有整个电池行业的发展历程图。在1970年的时候，出口到苏联、澳大利亚、北欧、东南亚、南北美洲等22个国家和地区。这是空心绝缘子供应基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中间这个五彩斑斓、设计比较艳丽的是牡丹花瓷瓶，是50年代的作品。这些呢就比较普通了，没有特别重要的特色。为什么越看越像牛奶加草莓呀？这些茶杯啊，我们就可能在商场啊和一些其他地方就会轻而易举的买得到了。这里是万圣节装饰产品。这里呢就是安澜说的万圣节专用套餐。好可爱。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碗吗？看上去不像，非常普通的。这边呢是毛主席与尼克松总统的一个以茶代酒碰杯，这是做的一个还原。现在我们走到这个里面，就是李宁瓷器应于国宴的一些精美产品展示。
万紫千红餐具。万紫千红餐具是人民大会堂118厅，是毛泽东主席最喜欢使用的一个厅室。上面的这些石器啊，完全代表了中国的国粹。上面完全就是牡丹，还有其他的花瓣。这一些茶具下来，价值不菲啊。然后这边瓷器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众化了。人民大会堂专用的。好，我们再看看这边。这边就比较大众化了，100平米也弄得起。然后这边呢？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瓶子，上面画了十字钩。这也是比较大众化的，对吧？是的。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它这个是意思是人民大会堂的。哇哦！这里就相对来说很精美了。看这里。哇，这个也是比较精美的山景树瓷塑，这是1990年代左右的。像这些红黄四宝啊，你看烧制的非常晶莹剔透。我想找这个缸。哎，你好。我找一个这个摆在一个。然后这里呢，就是芙蓉朵朵寄深情，芙蓉大发缸的故事。这个缸，我们小朋友啊可以在这里面泡澡，比较适合，或者是做其他的用途。当然，它这个是纪念堂用瓷，毛主席的。上面说是芙蓉大发缸啊，在进炉烧制过程中啊，并不顺利，烧了很多次，那个底部整是开裂。它这里有这种介绍，高41厘米。这是一个动画展示这个大发缸的介绍。好吧，我们接着往上走，看看李宁博物馆还有哪些镇馆之宝。现在看到的这些作品啊，就会比较鲜艳了，色彩搭配啊会比较多。这个红的。这里就有点抽象了。好，我们继续往前走。梅花杯、兰花杯、松树杯、白牡丹杯、水仙杯、月季杯、玉兰杯、红芙蓉杯、蝴蝶兰杯。这上面呢有一个梅花触摸屏的设计，它有一个3D 展示这个杯子怎么设计的，颜色就会一清二楚。好，我们继续往上走。这上面看上去应该也是国宝级的一些瓷器了。这是梅竹餐具，2007年投入使用，用于国庆招待会等大型活动。上面每套茶具上都印有国徽，所以这些茶具只能在国家级层面才能见得到，也才能使用。普通民众那就想都不用想，你就是有
再多的钱也没人愿意给你生产。当然，他们也不敢生产。这是单份朝阳餐具，2001年投入使用，也是国家级层面的。所以这些餐具啊，我们再想一想，宋朝皇帝用的景德镇的瓷具啊，那么可以看一下，更加的精美绝伦。所以皇家的瓷具更不是我们普通人敢想的。这是盛世芳华餐具，2018年投入使用，以国花牡丹设计为元素。好，我们再去上面看一下。哇，它这个是立体的，你看它们的每一根羽毛，它们的线条都是像拿那种3D 立体笔一个一个描上去的一样。然后这里呢也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陶瓷，这是主要是送给国外的一些友人呐，还有在一些社交礼仪场所所用到的一些虎啸盘。餐具。哇，它这里看上面有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有邓小平赠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然后赠给法国总统希拉克，这些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中国瓷器。哇，它这个地方，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出访日本获赠瓷挂盘，1988年的时候。这是它这个瓶子有点特色了，嗯，口非常的小，然后它这个瓶的中间就很大很大，一般应该都是用来盛水。它这个花瓶的高度接近有2.2米的样子。1.6米高的花瓶。这是1987年王震送广岛市南柚荷花大瓶，1986年黄永玉荷花发稿。好，上面的这些都是烧制的，真的是非常之清晰，而且没有任何杂质，看起来非常的精美啊。这上面都是一些有特色的介绍了。哇，这个是什么？中间的这幅，我们看一下申鹤延年。好，我们继续往上走。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层里面的展示。这个是对李宁电池行业的一个发展历程介绍。这种大型的电池啊，只会用在那种高压塔下。所以李宁出口这些电池器啊，会非常多，他们的工艺啊，以及生产的规模啊，
都会比较庞大。它这边就是普通老百姓能买得起的瓷器了。它这里有介绍啊，上面属于特整瓷器。特整瓷器就是应该是用在比较特殊的一些行业，像这些瓷器，看上去像铁制品一样。所以现在的提炼，所以现在的提炼工艺啊，生产方式啊，技术啊，都在质的飞跃。瓷碗筷，横官窑瓷业。好，我们继续往上走。这里呢也有对瓷器大师的一个人物介绍。这里呢是瓷器的一个展示。好，我们继续往上面走。我们可以看到有郭汾、申跟申，还有他们旁边的一些代表作，像江西，他们都是江西景德镇人。郭汾是河南鲁南人，然后这是广东佛山人罗景熙、罗景新。吴景宁，然后这一位是丁伐汉，都是国宝级的大师人物，在陶瓷领域。这位是李日明，这一位是申兴水。每一幅都是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当然，一些大师呢已经是离开人世了，还有一些呢仍然健在，继续发光发热。这位是曾学福。这位是易炳轩。哇，爸爸快来看！这一位是周明宁。这一位是顾澄清。哦，这两幅就会与众不同了。它这两幅陶瓷制品就比较特殊了，人物雕像。菊花，它每一个花瓣都做得如此的细致。这幅作品是唐熙怀，都是行业里面响当当的人物。这一位是朱占平。这位是李小年。这一位是奢华。这一位是邢生贵。这一位是曾学福。
哇，他们的作品啊，真的是目不暇接啊，看都看不过来呀。这两位是温月冰、申建成，这一位是王韵文。这三幅作品颜色搭配啊，就会非常突出了。这一位是陈阳龙，哇哦！这一位是王流仙。飞天人物白瓷素。他的这个瓷塑啊，就非常的巧夺天工了。他的手指，他那种瓷器是非常易碎的，但是他的手指还是做这的两位是黄建明、肖世龙。哦，他这个也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个龙泉，雕刻龙泉。一般来说，瓷器做的越小，它的难度就越高。对的。这一位是郑景渊，然后这一位是陈忠义。我们要把所有这些大师级人物的一些资料啊拍摄出来。如果大家对中国瓷器感兴趣的，或者是需要拜师学艺的，可以看看上面这些人物的一些介绍。这位是李跃进，这一位是周轶君，好多猫头鹰。这一位是汪炫平，这一位是徐建章，这一位是陈忠义，这一位是彭宁，这一位是义武，这一位是丁海波，这一位是邬建平，这一位是黄选贤，好泥巴匠啊！这两位是汤青海、朱义军，这一位是熊飞，这一位是傅德毛，然后还有这两位，这一位是刘劲松，这一位是曾焕平。这是每一个人啊，他们的作品啊，每一幅啊都是无与伦比。哇，好大的屏风！好，我们继续上面走。这一位呢是李铁印，以前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是他将李陵成为官窑，成为国家级的生产地。
然后呢，这里呢是一些已故的、非常有名望的陶瓷界的大师黄颖玉，这是一个好了，这是整个陶瓷界的一些人物的介绍。然后我的左手边是整个李宁陶瓷行业的一个发展历程，从1978年一直到2020年，近几年的一些资料简介介绍就没有附在这上面了。这里是一个宣传栏。好，整个李宁博物馆呢，我们就参观到这里了。这上面呢都是一些非常精美的一些展品，这是1989年的，这是永盛瓷厂，这里呢是1990年获奖的产品。参观完这座李宁陶瓷博物馆，我不得不佩服制作这些作品的大师们巧夺天工的手艺和他们精彩的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好了，关于李宁瓷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下期更精彩哦，拜拜。